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年98岁的郭桂珍奶奶是一名资深的香客。4岁的时候，因为被土匪追赶，一家人躲进靠墙的玉米杆垛，才逃过一命。奶奶的母亲许下心愿，将来要给老天爷修座庙。老人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离世，郭奶奶秉承母亲的遗愿，四处捐庙进香，仅为老君山金顶就捐资数万余元。见到郭奶奶的时候，老人刚从地里回来，正在院子里捡坏玉米喂鸡。根据老人儿媳的说法，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虽然已经是98岁的高龄，还自己种了1亩多地。郭奶奶告诉记者，从老君山山顶开始建庙到现在连续30年，基本就没有见动过上去。从山下到老君山顶步行大约是20公里。郭奶奶和同伴们用编织袋做成搭帘，年轻人装4块砖，郭奶奶每次只能拿2块砖。在山下吃完早饭开始上山，通常是走7个小时，登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。郭奶奶带记者上山的时候，就好像脚底抹了油，走得比一群20-30岁的小伙子还要快。下山回到奶奶家时，几个年轻人已经饥肠辘辘，狼吞虎咽地吃起郭奶奶家准备的饭菜，而郭奶奶则慢悠悠地走进自己家背后的果园，摘了几个新鲜的水果。记者不禁好奇起来，原来奶奶这么大岁数还健步如飞，难道是跟这几种水果有关？这时郭奶奶的儿媳妇走过来说，我婆婆平时就很喜欢吃这几种水果，每当有客人来，婆婆就第一时间会把水果分给大家吃。原来奶奶这么大岁数还能健步如飞，秘诀竟不是钙片，也不是骨头汤，而是会吃这几种水果。郭奶奶都种了一些什么水果呢？我们一起来揭晓。1. 50岁后多吃这几种水果，活过100岁还能够健步如飞。1. 高钙果。欧里果乍一看字面儿觉得是个挺洋气的名字，让人有些陌生。其实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可能就耳熟能详了，甚至吃过的人也不少。欧里果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高钙果，它有补钙之星的称号，因其含钙含铁量极为丰富而得此名。据测定，欧里果每100克果肉中含钙量高达360毫克，含铁量是58毫克，居各类水果之首。不仅仅这些，欧里果其他的营养物质含量也十分的丰富。每100克的果肉里面含蛋白质 1.5 克，含维生素 C 47克，还富含维生素 B 糖分，以及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17种和多种的微量元素。成熟的果肉的食用率更是高达 90% 以上。欧里果口感爽口，口味甜而微酸，清香宜人，营养丰富，还兼具医药保健的价值，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老少皆宜的上乘果品。最为难能可贵的是，欧里果所含的钙是我们人体极易吸收的天然活性钙，是老年人和儿童补钙的最适宜最佳的水果。欧里果在历史上就极受人们的喜爱，并且曾经作为专门的贡品，供给皇亲国戚专门享用。2. 橘子。橘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，平均每100克的橘子中含有胡萝卜素890微克，维生素 C 28毫克。据日本果树研究所三浦实的新研究显示，每天吃4个橘子的女性，比不吃橘子的女性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降低了 92%。 橘子中含有的隐黄素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色素，它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。 维生素 A 对骨骼的正常生长有着重要的作用。据研究显示，吃橘子的女性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降低了 92%。 研究还发现，柑橘类水果所含的一类苦味物质是柠檬苦素类化合物，这类化合物能够抑制肝癌、小肠癌、口腔癌和皮肤癌，还具有镇痛、抗炎、抗焦虑和镇静等作用。经常吃一些橘子，
不仅能够预防骨质疏松，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，防止癌细胞生长，预防心血管疾病。不过每天吃3个橘子就能够满足需要量，食用过多容易上火。3. 柠檬。据日媒报道，日本的广岛县大崎岛因柠檬产量全日本第一，被称为是柠檬岛。有趣的是，该岛住民少有骨质疏松问题，平均寿命也比其他的地区多7岁，这深深吸引了广岛大学健父子学部理学疗法科教授饭田忠行等人。后，研究人员以柠檬岛上平均年龄约61岁的居民共90位为对象研究，以食用柠檬多少分为2组。结果显示，一天多摄取1个柠檬，骨密度平均提升 0.7， 定期食用柠檬的人骨密度平均值较高，骨质疏松的风险较低，这也是岛民较长寿的原因之一。研究证实，维持骨质的营养素钙本身就是一种不容易吸收的成分，但通过柠檬所含的柠檬酸螯合作用，可使钙成为肠道好吸收的形态，大约能够提升 10% 到 20% 钙质吸收率。另外，柠檬也具有很好的降血压的效果，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。动脉粥样硬化的成因之一就是坏胆固醇经过氧化而附着在动脉壁上，而柠檬所含有的丰富多酚类的物质能够抗氧化，使得坏胆固醇不易吸附在动脉壁上。4. 性。关于性，想必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：陶养人，性伤人。可事实上，性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水果，营养价值非常高，但因为性是比较小的原因，人们在吃的时候往往控制不住自己，无形当中就容易吃多了。这样即使是性因为它酸甜的口感可以促进食欲，但是多吃无益，反而会刺激更多的消化酶，出现消化不良、腹痛、腹泻等的消化不适的不良反应。因此，大家在吃杏的时候，最好不要一次性的食用过多，且和其他水果食用的量别超过350克即可。杏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杏的含钙量非常高，每100克的杏当中就能够含有200毫克左右的钙成分。跟我们日常经常喝的牛奶或者是酸奶相比，杏也是不甘于人后的水果，而牛奶、酸奶每100克的钙含量能够达到100毫克左右，可见杏是一种非常好的补钙食材。平时总觉得浑身无力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容易抽筋等，都不妨吃些杏来预防骨质疏松。与此同时，杏还有其他的多种维生素、多种矿物质、多种的微量元素等等。最后，除了大家经常吃的杏本身，在这里还说一种食物，就是杏仁，当然是坚果中的杏仁，其中含有大量的单不饱和脂肪酸，对于心血管健康十分的有益，如高血脂、心脏病、冠心病等人群就不妨吃一些杏仁。杏虽然有这么多好处，但别以以下这几种错误的方式食用。1. 直接的吃新鲜的杏仁。新鲜的杏仁当中含有氢苷，这种物质被我们吃进机体之后，在肠道中极易生成氢酸，从而让我们出现食物中毒的概率，影响身体健康。方式2，糖尿病人群大量的吃杏。杏属于酸酸甜甜的水果，但它的糖分也不少，大量食用反而会对血糖水平不利，还有可能会损伤脾胃的健康。2. 除了补钙，防治骨质疏松，还应该做好这4件事。1. 营养全面。除了钙，其他多种的矿物质、维生素等的营养元素缺乏，同样会导致骨质疏松。要预防骨质疏松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饮食多样化，来保证营养全面。维生素 D3 是人体皮肤组织中的7脱氢胆固醇经阳光或者是紫外线照射后形成的。每天晒半小时左右的太阳，可有效的补充维生素 D3。维生素 D2 主要存在于肝、奶和蛋黄中。2. 适当的运动。人体在运动的时候产生的机械刺激能够改变骨骼的构型，每天坚持适当的运动有助于骨骼健康。相反，长期不喜欢运动的人则更容易的发生骨质疏松。缺乏运动也是骨质疏松重要的发病原因之一。
有研究显示，运动强度在最大运动限度 70% 到 80% 的运动能够对骨密度起到保护作用，但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不宜天天进行，每周2到3次，每次15到60分钟左右就可以。此外，要维持骨骼健康，日常应坚持中低强度的体育运动。3、改变不良习惯。要预防骨质疏松，在生活中尽量要远离烟酒、咖啡、浓茶、碳酸饮料等不利于骨关节健康的物品。有些人总喜欢说某某抽烟喝酒一辈子还长寿，千万不要用个例来麻痹自己。这样的生活习惯，个别人可能没问题，但大多数人则陷于疾病。同时，患者也要坚持适当的运动，避免缺乏运动导致骨关节不健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